我手里现在拿着的是一件青花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的茶壶。从整体的装饰手法上来讲，它属于一种明式风格，也就是我们圈子里说的仿明风。釉里红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瓷器装饰手法，它是一种用铜为成色剂的颜料，在胚体上描绘各种纹样，然后湿透明釉，经过高温还原气氛依次烧成，在釉里透出红色的纹样，故称釉里红。在古代，因烧成合格品很困难，故极为名贵。釉里红的工艺难度主要体现在窑内温度和气温控制上。铜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成色剂，它对温度和窑内气氛都非常敏感。传统的釉里红使用的是含有氧化铜的成色剂，在1300度的强还原焰气氛下，使高价铜还原成低价铜，进而发出鲜艳的红色。传统的釉里红以烧出纯正的红色为目标，但春风祥玉的釉里红不一样，它在烧红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追求变化。它的内部有着非常丰富的色彩效果。花的部分，它的外部轮廓非常清晰，像牛血一样鲜红，稍微往里一点，又呈现出一种珊瑚一样的粉红色，再往里，内部是一圈水晶一样的浅绿色，期间点缀着玛瑙一样的翠绿，各种颜色搭配起来，彼此之间非常协调，丝毫不显得突兀。一小块区域内，视觉效果变化万千，整体还有一种向下流淌的动感，给人的感觉非常生动灵活，一点也不呆板。花朵虽然没有过多的细节，但整体的形态却被很好的保持了下来，大气豪放，又不失秩序感，尽显明式瓷器的风骨。这一件是一件春风祥玉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纹的高足碗。缠枝莲纹也是中国传统的瓷器装饰图案之一，是一种典型的吉祥图案。缠枝纹又名万寿藤，因其结构连绵不断，故又具生生不息之意，寓意吉庆。莲花是佛教的象征图案，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是表示纯净和断灭的一个主要宗教象征。两者合而为一的缠枝莲图案，在元、明、清3代曾非常盛行，被大量运用在瓷器装饰上。这个高足碗，它采用了缠枝莲为主要的装饰图案，杯子口沿部分辅以卷草花卉纹，足部辅以蕉叶纹，整体的寓意非常吉祥。高足碗在古代一般用于宗教礼仪当中，是一种在神像前供奉的圣物，用来盛放各种贡品。这个高足碗的艺术风格，从整体上来讲依旧是明式。它上部的碗撇口角度很大，底部的足略矮，造型非常稳固。它的胎体较薄，但湿釉却很肥厚，釉色白中泛青，质地莹润，玉质感很强。那么我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件是一件青花釉里红松竹梅芭蕉图案的公道杯。这个公道杯它的整体造型非常的饱满，拿握起来手感很舒服。釉水呢非常肥厚莹润，尤其是它釉里红的这个部分，我们用手轻轻抚摸，甚至可以感觉到明显的凸起。它的外部釉色很洁白，内部呈一种美丽的青色。《论语·子罕》中记载了孔子说过的一句名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说，在恶劣的环境下，
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就像松柏般，在寒冬中依然屹立不摇。所以四季常青且坚毅耐寒的苍松，由此奠定了在文人墨客中心目中的地位。而竹与梅都有着相同的特性，因此三者并行，被认为是君子的象征。芭蕉在传统的文化中则有着长寿的寓意，同样的题材在明代的瓷器中也有体现。春风祥月的釉里红，推陈出新，在传统的基础上不失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又没有丢弃传统，把一种古代的艺术形式赋予了全新的面貌，并且融入了现代的审美体系之中，为现代人所接受。我认为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